各位朋友，大家好。阿提拉这个曾经令整个欧洲为之颤栗的名字，他又被称为上帝之鞭，是让整个罗马帝国恐惧的梦魇。公元5世纪的时候，阿提拉率领着他的民族横跨中亚，一直攻到了罗马城下。他的民族英文叫 Huns， 中文翻译过来叫匈人。匈，这是令很多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字眼。就在匈人出现前的几百年，在中国的北方也有一个令中原政权胆寒的民族——匈奴族。那是一个让汉武帝穷尽国力远征的草原强敌，那个在《史记》《汉书》中频繁出现的名字，那个曾在东亚的历史上呼啸千年，却又像谜一般的西去失踪的神秘的民族。匈人与匈奴名字如此相似，时间线如此衔接，其草原文化又都如出一辙，那么匈人是不是就是消失了的匈奴呢？在中国学界，很多的学者相信匈人就是西迁了的匈奴，他们延续了草原帝国的脉络。而在西方学界呢，主流观点则认为匈人是融合了各个部落的一个新兴的群体，它并不是匈奴，跟匈奴也并没有直接的可证明的血缘关系。西方人说匈奴已经烟消云散了，而东方人则说他们只是换了一个方向，走向了更远的远方。匈人到底是不是匈奴的延续？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这段扑朔迷离的历史，再次追问一下这个古老而又未解的问题。公元89年，东汉铁骑踏破荒原，直抵漠北深处。大将军窦宪率领着汉军越过了阴山，横扫草原，将北匈奴的残余势力赶入了他们曾经以为傲的旷野的深处。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征伐，这是一次文明的反击，是农耕与游牧千年对峙以后在这一刻的反转。战火熄灭以后，窦宪登上了燕然山，他命人凿石为名，将胜利的誓言永刻其上。从此以后，乐石燕然变成了汉民族的最高军功，成了历代无数英雄文人骚客们吟咏的对象。所以难怪北宋的范仲淹会留下这样的诗句：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自那以后，早已内服的南匈奴成了藩属民族，且日渐的汉化。而北匈奴离开以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也很快被鲜卑、乌桓等民族所取代。一部分北匈奴人与鲜卑人、乌桓人融合，而还是有一部分北匈奴人选择了西迁，渐渐淡出了中国史书的视野，但同时也又拉开了另外一个谜题的序幕。而这正是匈人既是匈奴这个说法的起点。转眼之间，几百年过去了，匈奴在东方旷野上的呼叫已经渐成过往，而一阵新的铁蹄声却突然响起。公元4世纪末，东欧草原震动，一支凶猛而神秘的骑马民族突然出现在了伏尔加河流域。他们一直向西席卷，他们打败了阿兰人，驱逐了哥特人，迫使众多日耳曼的部族渡过多瑙河，进入了罗马帝国境内。他们的名字就叫 Huns， 匈人。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希腊人认为他们是从世界的尽头奔袭而来，斯基泰人则说他们肯定是妖魔的后裔，因为他们长得确实不像正常人。扁头是匈人最震撼、最显著的文化标志。他们的扁头并不是天生造成的，是在他们还是婴儿的时候就被他们的父母用皮革、木板等坚硬的物体固定住，将婴儿的头骨前后夹紧，日复一日使它缓慢的变形。这种持续的压力迫使头骨向上或向后延伸，最终形成了这种额骨高耸、后脑扁平的独特轮廓。拜占庭和哥特的史家们对此留下了充满恐惧的描写，说他们形如魔鬼，头骨似实锤，高耸突兀，面容不似人类。而站在这一群人之上的是一个叫阿提拉的人，他建立了一个横跨今天的乌克兰、奥地利、匈牙利，直逼莱茵河和多瑙河的马上帝国。这个帝国令东罗马皇帝每年被迫交纳大量的金银，类似于当年北宋交给辽国人的岁币。同时他也让西罗马的皇帝仓皇出逃。
没有人知道这些人到底来自何方，也没有人将他们与300多年前从中国北方草原消失的匈奴人联系在一起。如果一定要追问他们来自何方的话，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从此欧洲历史进入了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公元6世纪的时候，有一名叫乔丹尼斯的历史学家，在他的《哥特史》一书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阿提拉是上帝降下来惩罚人类的鞭子，从此上帝之鞭之名不胫而走。所以如果真的一定要追问阿提拉和他的民族究竟来自何方的话，那么只能说他们是被上帝派来的。最早将匈人与匈奴联系起来的其实并不是中国人，而是欧洲人。公元18世纪的时候，法国的东方学家德金就提出了匈人匈奴同源的说法，在当时这还只是一种假说。100年以后，德国的汉学家弗雷德里希·赫尔斯在查阅中国史书的时候，突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在魏书《西域列传》中，曾经看到在遥远的西方有一个国家叫俨蔡。俨蔡，这是一个多么色香味俱全的名字。汉书中说，俨蔡在公元365年的时候被匈奴人所灭。在中国其他的一些史书上也提到了俨蔡，同时也提到了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阿兰，或者叫阿兰辽国。而匈人最早出现在欧洲史书中的记载，就是在公元360年左右，在顿河附近，匈人击败了阿兰国人。也就是说，在欧洲的史书中提到了匈人击败了阿兰国，而在中国史书中的记载则是匈奴人击败了阿兰国。所以匈人就是匈奴。19世纪末，也就是清朝晚期的时候，西方的史书以及这种观点同时被译介到了中国。当时的梁启超、章太炎等人马上就接受了匈人与匈奴同源的说法。之所以他们愿意接受这种说法，我想这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的。当时的中国正在遭遇西方列强的入侵，梁启超认为必须重塑民族认可以及历史的自信。关于匈人即匈奴的说法，他说过这样的话：昔我大汉之仇敌，反为欧罗巴之梦魇。古之强者，今之传人。梁启超并不是真的想赞美匈奴人的残暴，他只是想借助匈奴的强势，间接的强化中国古代民族的影响力。简单的说，这个逻辑就是 A 大于 B 大于 C， 则 A 必定大于 C。梁启超的历史观可以说是一种历史资源观，他更强调的是历史为当下所用，而非拘泥于实证。这一点呢，与同时代的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则有很大的不同。而同时期的陈寅恪先生则强调学术必须脱离政治意图，不能为民族主义背书。他认为，虽然匈奴确有西迁之事，但与欧人所说的汉丝一族，书不可轻信。同时他也认为，匈人与匈奴之间在语言学和史源学上存在着明显的空白断层。大家可以看出，这场关于匈奴的讨论实际上说的是中国人如何讲述中国人自己的历史。支持匈人匈奴同源的中外的历史学家还提供了另外一些证据。他们提到了在公元1世纪，北匈奴被东汉军队击败以后，残部遁入了西域。到了公元155年，他们曾与乌苏国交战，然后被击溃，又一直向西迁徙，西迁至了更远的中亚地区。在粟特和高昌的文献中都能找到这些北匈奴人的踪迹。再以后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元365年北匈奴人与阿兰人的作战。而从公元100年到公元365年这200多年的空白地带中，很多学者们也找到了匈奴人向西迁徙的痕迹。学者们似乎已经绘制出了匈奴人西迁的路线图，与匈人后来的路径完全重合，所以匈人就是匈奴人。19世纪的欧洲人普遍相信匈人就是匈奴人。他们之所以这样坚定地认为，这不仅仅是基于语言以及一些史实的联想，更是出于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东方威胁论。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判断，而且还是一种文化心理的投射。
波斯与古希腊的战争以及随后的蒙古人西征，给欧洲人留下了痛苦的集体回忆。在他们看来，西方文明最大的威胁就是来自于东方的游牧民族。而进入到了19世纪以后，沙俄在西方的扩张以及不断的兼并，更加触动了欧洲人这颗敏感的神经。在欧洲人的眼里看来，沙俄人就是来自于东方的鞑靼人，他们就是来自于东方的威胁。蒙古人的影子尚未褪色，而彼得大帝的枪声就已经在耳边了。此时充满恐惧的欧洲人茫然回顾，又看到了在公元4世纪那些飞奔而来的面貌丑陋却异常凶猛的凶人，想起了被上帝之鞭抽打在身上的那种感觉。他们觉得这群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强大的草原民族。于是当他们将目光聚焦在1000年以前的草原深处，就发现了那个曾经强大无比的匈奴帝国。再加上100年以后中国史书上的记载也验证了他们的这种说法，于是匈人与匈奴同源的这种说法也就成了当时普遍接受的说法。这样，这个看似合理实则投射的历史图景就这样诞生了。它不是证据缜密的考证，而是文明对野蛮的潜意识的回应。就这样，将阿提拉的马蹄与默读单于的旗帜重叠在了一起。大家可以看出，这样的史观其实与梁启超的历史观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好在历史并不总是屈从于恐怖的阴影。进入到了20世纪以后，随着语言学、考据学的进一步的发展，那幅令欧洲胆寒的匈奴西来图开始崩解。人们越来越多地发现了匈人与匈奴之间巨大的不同。首先呢，是在外貌上，罗马历史学家马塞里努斯在他的历史一书中提到了匈人的面貌。他是这样说的：匈人的孩子刚一出生，他们的面颊就被刀深深地刻画，这样当他长大时，脸上的刀疤纹路会阻止胡须的生长。所以匈人成年后，他们相貌丑陋，没有胡须，形成阉人。所有匈人都有着紧凑强壮的四肢，肥短的脖子，而且身材畸形，样子可怕。而在史学家普利斯库斯的笔下，匈人的领袖阿提拉也是一个扁鼻矮小，没有胡须，皮肤黝黑的男人。普氏曾经作为拜占庭的特使亲眼见过阿提拉，所以他的记述应该是准确的。匈人确实有用刀划脸颊的习俗，在后来阿提拉的葬礼上，匈人的那些武士们就以用刀划脸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对他们英雄的哀悼。对于他们来说，对英雄的哀悼最好的方式并不是眼泪，而是鲜血。但这种古老的习俗在匈奴人身上却没有类似的体现。在中国古人的眼中，匈奴人不仅在外貌上并没有什么怪异之处，而且还经常被称为容貌俊美。东西方虽然在审美方面有很多的差异，但断不会到好赖不分的程度。再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匈人的扁头，在已经挖掘的匈人墓葬中发现了很多这些恐怖的头骨。这样的习俗在历史上更多的出现于中亚高加索地区的伊朗语系的阿兰人以及萨尔马特人，而且这些恐怖的头骨大多出自于匈人精英阶层的墓葬。这就说明扁头是匈人贵族或者是统治阶层的标志。这样看起来，这很可能是匈人最初的样子，是他们的本色，而这与匈奴截然不同。说到扁头啊，我不禁又要跑一下题。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后脑勺到底是圆的呢，还是扁平的？如果您是北方人，特别是如果您是东北或者是华北地区的人的话，那么您的后脑勺很可能是扁平的，就像我一样。如果您是南方人，那鼓的可能性可能更高一些。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啊，在中国的东北、华北地区的人呢，一直都有扁头的习俗。这种习俗是不是北方汉族的一种族群标志呢？那倒也未必。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中，就曾经出现了很多扁平的头骨。不过呢，这与我们现在的扁头的习俗并不相关，毕竟相隔的时间太远了。
这种文化并没有传承下来。中国北方地区扁头的习俗，如果要历史溯源的话，时间并不久远，就在清朝时期。满族人绝大部分都是扁头。据记载，在辛亥革命以后，各地呢都出现了很多排满、屠满的事件。当时判断一个人是满人和汉人的标志之一，就是摸摸他的后脑勺，看是扁的还是圆的。如果是扁的，那肯定就是满族人。据《中华全国风俗志》记载，故辛亥之意，摸脑骨以别满汉，以满人平直而汉人应其也。这听起来呢是有点草率，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我也不太肯定。我想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辨别手段同时进行，比如说让被鉴别的人开口说几句话等等。满族人确实是以扁头为美，这一点可以成为满人的族群标志。据乾隆皇帝亲自修订的《满洲源流考》记载，国朝旧俗，儿生数月，至卧具，令儿养寝居中，久而脑骨自平，头形似扁。可见呀，满族人的扁头其实也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睡出来的。满族人有一个婴儿的卧具叫幽车子，实际上就是将摇篮挂起来，婴儿躺在其中不能翻身，头底呢又枕的是比较坚硬的物体，这样时间一长，后脑勺自然就变平了。这种幽车子实际上也是满族人古老的习俗。满人在入关以前一直在东北的老山林里打猎，当大人出去打猎的时候，只能将孩子高高的挂在树上，以防止地面上的野兽叼走孩子，所以就有了这种幽车子。清朝建立以后，掌握了话语权的满人让中国的北方，特别是华北、东北地区，渐渐的以满族为美，大人们也开始给孩子们睡扁头。而中国的南方因为受到满人的影响较少，所以还是以圆头居多。不过呢，在中国南方的闽粤等地也有睡扁头的习惯，一些大家族都让孩子保持仰卧，然后呢也枕的一个比较坚硬的物体。不过呢，他们这种做法呢与满人的习俗无关，实际上是这些大家族的人士对自己孩子的一种期许。因为孩子长期仰卧，慢慢的头型就会变为两侧鼓，前后扁，脸庞自然也就变得更加的宽阔。这叫什么？这就叫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这就是福相，能当官。唐朝时期选官的标准有4条：身、言、书、判，其中的身指的就是相貌和身材。而什么样的相貌最好呢？最好的相貌，上品的就是国字形的脸，中品的呢是木字形的脸，而下品则是金字形的脸。这样的脸天生注定是不能靠脸吃饭的。现在呢，当然都是流行小脸，大家看影视剧中的那些明星，越大的明星脸越小。岳云鹏是个例外，不过胜在真实。大家知道，现在很多的明星的小脸都是做出来的，岳云鹏不一样，他是做出来的。开个玩笑，其实我还是很喜欢岳云鹏的相声的。除了相貌迥异以外，匈人在很多方面的表现都要比匈奴人落后得多。比如说在组织架构方面，在冒读单于期间已经建立起来了高度组织化的中央集权机构，单于是最高领袖，相当于皇帝。单于之下还设置了左右贤王、左右古里王、左右大都尉这些官职，当时还实行了左右贤王的分管制。这套组织架构在匈人那里是完全看不见的，匈人更像是一个非常松散的军事联盟。而匈人的领袖像阿提拉这样，只能是靠个人的威望和武力统治各个不同的分部，而没有任何制度的力量加持。在有关匈人的记载中，我们见不到在匈奴人中经常出现的左右贤王、左右大都尉这样的官职和称呼。在日常生活方面，匈人呢虽然还是游牧民族，但是因为和汉民族接触频繁，他们也已经部分的学会了汉人的定居方式。据汉史记载，匈奴因汉制度筑屋、列坊、设市，而匈人呢依然是居无定所。目前发现的匈人遗址中，并没有发现他们的房屋或者是村落遗址。据刚才提到的那位拜占庭特使，同时也是历史学家的普里斯托斯所述，
匈人生火煮食，从不加盐及调味，他们将肉挂在马鞍下，借马匹奔行时的体温令其半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早期的匈人早已经掌握了炊石、酿造、储藏的技术。匈人没有留下任何的炊具遗迹，他们也没有酒器、陶灶，他们不炒、不煮、不腌、不熏，他们吞下的是原始生命的孑余，是尚未被文明驯化的食欲。在阿提拉那里，文明似乎已经被洗净，只剩下了征服与支配。在匈人的世界中，他们没有文字，没有记录，没有书信，没有诗章，也没有历史。他们不记录条约，不保存律法，他们所依赖的不是法律，不是道统，而是马刀、军令和恐惧。或许匈人中确实有来自于匈奴的血脉。据最新的德国和美国的考古学家的考古发现表明，通过对一部分匈人的 DNA 检测，发现他们之中的外染色体中确实有来自于东方草原的血统，而且这一部分人大部分都是匈人中的精英人员，都是贵族。所以可能有一部分匈奴贵族或者士兵在融入了匈人之后，成为了他们核心中的一员。他们留下了血脉，但是却没有留下制度。他们融入了联盟，却失去了文明。匈人或许真的混有匈奴的血，但一个民族的延续从不只靠基因，它靠的是文字，是记忆，是制度，是文化的自我叙述，而这一切在匈人身上都找不到。匈人到底是不是匈奴的延续的？是也不是。从血缘而论，他们之中确有来自于东方草原的游牧者，或许真的有这样一支匈奴的后裔，在漫长的西迁中，他们加入了匈人联盟，成为了其中的一环。但若以文明而言，他们不是。一个文明的延续从不靠血统，它靠的是制度的延续，是文字的传承，是将祖先的智慧浇灌于后世血脉的能力。匈奴虽起于荒漠，但他们懂得借汉制自强。而匈人虽然席卷了半个欧洲，但最终他们却没有留下一座城、一部典、一条律。他们像风一样的来，又像风一样的消失。他们带来了毁灭，却没有留下秩序。从匈奴到匈人，并不是一条血脉的传承线，而更是一场文明的断裂试验。它告诉我们，文明不是宿命，不是传承接代的自然结果。文明是一代代人有意识的自我选择，是对人之为人的坚守。而一旦这种选择中断的话，就像匈人中的匈奴人一样，只能带着文明的灰烬走进另外一段野性的旅程。他们不是匈奴的延续，他们顶多只是文明断裂后的回响，和火种熄灭以后的漫漫长夜。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